说来就来了。对呀，天天还拽得不得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这就来了吗？哎呀，我说这种人呀，就是天赋异禀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把咱们老大也搞定了，所以才跳槽来的呀？你小声点啊，回头他要是当了老板娘，肯定给你小鞋穿。对哦，对哦，不能让人家听见的。我知道了，下午见面再说吧。好了，拜拜。你看我陈医生呀，电话虽然已经挂了，那活儿啊，这电话是要删着的。陈医生啊，我们是不是快收到你和日本友人的罚单啦？瞎说什么呀？看看，电话才刚挂呢，短信又来了。我看你们干脆买个对讲机算了，还能省点话费呢。快去忙你的吧。桂林，上午省里开了个会，主要讨论的是针对赛斯想在我们省投资建厂这件事。我们的竞争对手很多呀，不光惠民市，其他的几个兄弟县市也非常想争取到这个机会。所以，我们江州不可能把这样一个投资机会拱手让人。毕竟，赛斯和我们省有接触，是建立在江州市精通电子厂改制的前提上的。刘书记，我都跟您说过了，跟赛斯的合作，我们必须经过反复的论证，要把风险降到最低才行。我很认同你的想法，因为改制也好，改革也罢，都是建立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上，这没有争议。那既然没什么争议，您就别再逼我了。桂林呐，你我的位置不同，对你来说，什么程度的改制才叫做成功？一定是让每个精通人都有活干、有饭吃。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手下的每个工人各自都是什么状态，所以你的目标一目了然。而我不同，全江州的总人口，今年统计的结果是284万。这284万人里，有多少人年薪过万，生活小康？又有多少人生活在温饱线下？我只能靠统计办每半年交给我的一个数字去估计。这些数字后面，我看不到每个人的脸。所以，你要负责的是精通厂子里看得见的2300号人，而我要负责的是全江州这284万人。除了你们精通的这些人之外，全江州的老百姓也在等待一个机会，等一个江州和外面接轨的机会。他们一直在等着外资商人的出现，也盼着产业链建起来。因为如果一切成真，可能街边开饭馆的小老板都会迎来一次大商机。那您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吧？去一趟赛斯，跟他们好好谈一谈，表达出我们的诚意。明天就去。还没走啊？哦，我在等技术部的同事给我传 AM 软件的最新系统。
请进。何总，好消息！王桂林刚打电话来说，他明天要来上海一趟，具体谈谈咱们的合作计划。太好了，看来我们的计划奏效了。一定是江州政府给王桂林施加了某种压力。那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。那您看，明天他到了以后，是直接请他来公司呢，还是找一个隐秘一点的地方？因为毕竟要跟他谈的不仅仅是赛斯跟京东的合作。不，以王桂林的性格，我们搞得偷偷摸摸的，会让他反感。明天的会还是在公司开，就你和我参加。好的。哦，乔丽那儿稳住了吗？我跟他聊过一次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只是我担心，如果他知道我也要离职的话，情绪上会有一定的反应。我看也未必。经过这段时间，乔丽也应该是有所收获。她考虑问题的方式也趋于成熟。毕竟之前我们是把她置身于真枪真刀的危险当中，而这次她面临的危险只是假设的。我想，她应该有勇气去赌这一把。希望如此。那我先去准备明天的材料。还没走啊？我想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做，就留下来加班了。我就知道何总请你来，绝对是一本万利。觉得赛斯的工作环境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啊，每一个员工都非常的轻松，跟 SC 不太一样。SC 他们每排座椅的正前方都能看到科长的办公桌，因为它隔板设计的都很低。公司还美其名曰说是促进同事之间的交流，其实是方便科长监督吧。你也知道啊？我在 SC 干过。我觉得越是喜欢约束员工个人自由的公司，越喜欢把公平平等挂在嘴边，写在员工手册里。你在赛斯会很愉快的，相信我。你比我还有信心啊！我们都是触过底的人，都知道水有多深，所以你在赛斯可以稍稍的放轻松一点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冲刺了。我会陪着你。哎，小孙，车我开走了，我要去一趟上海。您认识路吗？认识。行了，就这样，挂了啊。
了，也对不上啊。又算账呢？这还没结婚呢，把自己弄得跟预备役家庭妇女似的。废话，不把每天花销算清楚怎么行？收支不平衡，人生怎么能平衡啊？快去洗澡，别打断我对账的思路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好好算啊，争取明年凭这个本事跳槽到普华永道去。哎，洗发水省省，护发素什么的就不要用了，冲冲就好了，又没人要摸，搞那么滑手没用的。烦死了。喂，小丽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先别急着挂电话，我现在就在你们家楼底下，你下楼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你听着啊，你要不下来呢，今天晚上我就会在这儿死等着，啊，而且等呢，我也不会老老实实的等，有必要的话，我会考虑是不是一直按着喇叭鸣笛，直到你们房东把你轰下来为止。你考虑清楚了。要不要因为自己简单粗暴的拒绝见我而骚扰四邻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，你就跟我说好了。乔丽要是不愿意见我，那就算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有些话跟你说不着。哟，王厂长，人家大作家写篇稿子。出版前还要编辑先帮忙审一审，更何况凭我跟乔丽的关系，有些话他不应该听到的，我当然有义务帮他挡着了。我就怕你们这些小姐妹。你说现在好好的和平年代，俩姑娘家的天天讲什么兄弟义气，没这必要吗？在上海，我们两个人都无亲无故的，亲人指望不上就算了。遇到一个陌生人，要想掏心掏肺的跟人家相处，可最后还总是被摆了一道。你说，要是我们两个人那再不讲义气，这日子也过得太无所谓了吧？本来呢还想替您传个话，但看您这态度，那就算了吧。你愿意摁喇叭你就摁好了，反正让自己的女人混到走投无路，你好像挺擅长的嘛。哎，你等等。不是你这两句话，说的我全身冒虚汗啊，好像我把乔丽怎么着了似的。行，跟你聊也成，但你得把我的话传给他，啊。行吧。王厂长，听说你有个儿子，那就是结过婚了？对，合法生的，离婚3年前的事儿。为什么离婚？这事儿说起来话可就长了，总之是过不到一块儿了呗。今天开来的车是公家的吧？是。房产的话，也只有一套精通的房子，面积还不是很大。除了精通开给你的工资，你就没有别的收入了？你偶尔卖卖报纸，啊，也能挣一笔。您今年多大了？40啊。所以你称呼我为您，我还受用得起。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吧？定期做体检吗？没有，但饭量依然很大，也不失眠，高血压、糖尿病都没有。哎，要不要我给你个尿样？你找人再查一下。王厂长，你看，你年纪比乔丽大这么多，还有一孩子，又没什么钱，脾气又不好。按说以你的条件，要想给自己再找一个老婆，你真的只能在报纸上登个小广告，碰碰运气的。
可我也不明白乔丽为什么就猪油门了心的觉得你是个潜力股。我跟乔丽认识这么久，我只见过她2次崩溃的样子，一次是2年前和相处了5年的男朋友分手，还有一次就是你把她给骗了。所以王厂长，我想提醒你，你和乔丽之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见1、2次面就能解决的。你心里明明很清楚，他是赛斯的销售，你是精通的厂长。如果在公事上，你是要把乔丽当作敌人来防备的。而你，王厂长，以精通现在的局面，政府的紧张程度，你根本就是走到刀尖上，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和于志德一样的下场。那么，现在这样的你，又有什么能力去保护乔丽？你离他越近，他受到伤害就会越多，而你也会被泼上一盆盆脏水，怎么洗也洗不清的。等等，说好了是你替我传话的，怎么这么快就给我下了结论了？你有什么要说的，你就现在说了吧。你说的这些没错，都是事实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都阻止不了我要保护乔丽的心情。我这次来找他就一件事儿，我想让他辞职，让他离开赛斯，离开京东的项目。好笑的嘞！你们男人不管有钱没钱，能力多少，只要自己女人在做的事情和你们有冲突，第一句豪言壮语就是辞职吧，回家我养你。这句话，如果你当着乔丽的面说，她是要恨死你的。凭什么呀？啊，凭什么有大脑有四肢，也是爹妈带着希望养大的好端端的人，就要为了你一个金屋藏娇都藏不起的人，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？人太自信会变搞笑的，好不啦？站着，我听你唠叨半天了，你也得听我把话说完吧。行，说吧。我让乔丽辞职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因为赛斯内部，你们何总还有陆帆他们有一个计划，在这个计划当中，他们要把乔丽扣在赛斯，来承担京东项目未来几年里所有的风险。这个计划我无法拒绝，因为对京东有益，但我又不能赌上乔丽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求人。但我求你一次，一定要把话给乔丽带到，让她离开赛斯，离开这些危险。因为和赛斯签合同是随时的事儿，我不能让她蒙在鼓里。最好是你能让我见乔丽一面，我会当面告诉她，这里边风险有多大。如果她实在不愿意见我，你就告诉她，我会一直在楼下等着。到明天你们总得上班，总得下楼吧？你去哪儿了呀？哎，你看到我电话了吗？乔丽。王顾林在楼下，我刚刚和他见面来着。你还是下楼见见他吧。见了他说什么呀？他肯定就是解释解释他上次为什么那么做。我要是问他，以后还会不会那样对我了，以他的立场，做不出任何保证。乔丽，你从赛斯辞职吧。你说什么？何晨芬决定要辞职了，你知道的吧？那陆凡很快也要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何晨芬和陆凡准备成立一个外包公司，入股精通，自己单干，所以到时候赛斯这里负责顶雷的就只有你了，乔丽。外包公司、精通、赛斯这3方出了一点问题，都要跟你问责。
所以王桂林这次赶来不是要跟你解释什么，他是想尽全力通知你这件事，他想保护你。而且乔丽，我也希望你这么做。陆凡临走还是把你最终定义成了一个炮灰，这样的上司和公司，你根本就没有效忠的意义。把工作辞了，可能是有点可惜，但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乔丽，这次你就听王桂林的吧。下楼跟他说，同意辞职，然后再好好把他骂一顿，告诉他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来骗你了。这样的日子，想想都会比现在要顺利的。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。争取成功的过程当中必然有得有失，要真的去干了以后才知道胜败结果。现在都还没开始呢，跟谁要保证？上哪要保证？你想要被这座城市接纳，你必须逼自己训练出一种后天的生存手段，而我的生存手段就是赚钱。我靠财富来保护我的善良，保护我最大限度的自由。当挣钱跟善良两个选项有冲突的时候，我只能势必先放弃。为什么这么想做销售？每件事尽了自己10分的力，就能得到10分的回报，而销售就是一份这样的工作。我需要随时让自己准备应战，用尽全力去争取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，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。我想去拼杀，而不是渐渐地成为一个没有痛感、没有效率、反应迟钝的职场橡皮人。上车，外边等。你现在还是我的客户，所以我不能上你的车。那蕊贝卡没跟你说吗？说了。怎么？还想不通？小李，我不是强迫你要放弃这个单子，我只是觉得这么做呢，对你我都好。至少我们不用再隔着玻璃说话。你可以上我的车。
我要继续做精通这个单子的销售，我要成为在合同上签字的那个人。你知道你签过字以后，在未来几年里，你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吗？很清楚。我记得陆帆曾经跟我谈过一次话，他的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。我不能去定义别人的生活，因为我没有资格决定任何人的生存方式，所以反过来，我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决定改变我前进的路径。卖 AAM 软件给你，让精通的工人生活得到改变，让他们看到精通改制成功，这就是我前进的路径。跟陆帆无关，跟你无关，所以也跟我那些有可能背负的风险无关。这事儿只和我自己有关系。明白了。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都要顶着风险前进。我要做一个好销售，你要成为一个好厂长，这才是咱们俩互相保护的最好方式。你想没想过，你签过字以后，你就会处于被动的境地。这不单单是你独善其身的事儿，而是整个计划必须规规矩矩地进行，你才能够安全。我愿意赌一次，因为在履行这个计划的人里，除了赛斯，除了陆帆和程峰他们，还有你，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。如果我的信任是一张信用卡，那么陆帆、何程峰他们已经把这张卡用透支了。但是王厂长，我愿意永远给你最大的额度，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浪费它的。我还是会想尽办法来保护你，保护你销售员乔丽。我要让你好好的活着，一直活到可以做王桂林女人的那一天。我不会放弃你。我也愿意等等看。所以你现在还是王厂长，不能等在女销售的楼下，因为在私人时间里面，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见面。那我走了。回去吧，外边冷。Please proceed forward via the open door. 来，这边啊。
今さらどうやって君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ろと言うんだ。営業部に行ってみたまえ。人っ子一人いないじゃないか。君は営業部の責任者として一体何をやっていたんだね。まさか SC は上海外資民間企業の営業マンを無料で育成する会社なのかね。君が我が社に与えた損害は非常に大きい。私はこの事実を本部に報告する義務がある。君にはそれなりの責任取ってもらうからな。それに私は君のとばっちりを受けるのはごめんこむるよ。それはないだろう。おい、お前よく考えてみろ。俺はここ数年 SC にどれだけの功績を残した。ああ、俺のゴールを思い出せ。これぐらいのミスは補うことはできる。すぐに人材紹介業に電話する。あんたには迷惑をかけない。頼む、守ってくれな。俺にはもう金がない。この仕事が必要なんだ。頼む、電話しないでくれよ。この通りだ。頼む。土井君、君まだわからないのか。我々はただの金儲けの道具に過ぎないんだよ。パソコンやプリンターと同じように使用期限があり、使用済みになれば解雇される。よって私は君をかばう気など毛頭ない。かばう気もないがな。私にできることはリスクを最小限に抑え、問題を回避することだ。すまんな。师傅，拜托给你的事怎么样了？应该问题不大。现在的销售部已经乱成一团糟了，而且公司里的何成峰也要退休。我也已经跟乔丽说过陆凡和赤安妮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相信现在的乔丽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再去帮陆凡，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和我合作。哼，除非他天生喜欢被欺骗的感觉。那就好。史蒂夫，陆凡一定要走。这次机会，我希望你帮我打通关系，让我可以到赛斯去工作。什么？对，结果有变，你可以跟总部暗示，说我是会带着关于 SC 的内部情况过去的。他们一定会希望。涂景。我们之前这次合作的前提就是，你答应帮我在 SC 搞到一个市场部的位置，而我呢，我帮你清理走了陆凡。但是你现在又不打算在 SC 待着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太背信弃义了吧你！史蒂夫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啊，不用我说那些废话，做那么多解释。看来我高看你了啊！你自己动脑子好好想想。钱是在哪里都可以赚的。公司系哪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赛斯待不下去，是因为销售部的总监是陆凡。如果总监换成了我，那你的日子难道会和现在一样吗？吴国忠，你不管上班的时候会开心，甚至你睡着的时候都会笑着醒过来。
明白吗？好吧，不过陆帆走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这么来，我还要想想办法。我们先这样吧，回头再联系。金卫，金兰医生在不在？他不在。陈医生申请去青海做援助医生了，刚刚出发去北京培训。为什么？他有没有说为什么？本来名单没有他，是他自己要求的。也就是昨天的事情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是陈医生的那个日本朋友吧？是。他有东西要交给你。谢谢。涂景，你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。我很想原谅你，所以我必须完全忘记曾经遇到过你。我要把被你弄脏的部分洗干净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救别人的生命来自救。但你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，不光是在我的生命里，对车小姐来说，她应该也很后悔遇到过你。所以，医术再好的医生，大概也不清楚该如何救你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希望不会有人再被你弄脏他们的生命。肮脏如你，不配拥有任何美好事物。喂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看到的就是未来3年咱们的合作发展方向以及规模。这个前景是可以预见的，而且非常清晰。王厂长，您还有什么疑问，我们可以一起分析一下。对合作前景没什么疑问，我唯一担心的还是风险方面。是。关于风险，我的确不能保证，在今后的发展当中，我们会万事顺利。在商业市场运作，有的时候并不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问题。当风暴来临，海面不太平，就算你的驾驶技术再好，也是要赌一赌运气的。不过，我和陆帆总监会给您一个最起码的保证，
就是我们会尽全力的去规避风险，因为合作的成功与否，与我们自身都是息息相关的。这样吧，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再好好想一想。最晚明天，我给你们答复。好。长长一段时光，看云悠悠荡荡，梦渐渐的遗忘，落在某个地方。我学会了忧伤，也丢失了翅膀。你给我了希望，我只能够埋藏。我想象幸福的模样，却感不到生活的方向。我想象未来多漂亮，请你原谅，我选择了流浪。在你身旁。